就在今天，黃仁勳這趟韓國之行的最後一天，首爾的股市熔斷了，韓國交易所直接拉閘，停了20分鐘，大盤一天跌掉8%還多。三星、SK 海力士這兩個被全世界追着捧的內存巨頭，股價一路往下砸。可就在同一座城市，同一天，黃仁勳還被當成神一樣供着，簽約、握手、閃光燈追着拍，台上鑼鼓喧天，台下股民割肉。朋友們，這畫面你不覺得擰巴嗎？而更擰巴的還在後頭。前幾天黃仁勳的韓國之行去幹嘛了呢？所有頭條翻來覆去就一句話：搶內存，鎖 HBM 大單。說的好像他這趟就是去給三星和 SK 海力士當裁判，看誰家的內存多，能分2口飯吃。可我把他這4天的行程一條一條的扒下來，擺在桌面上，發現一件特別擰巴的事：最高規格的熱情，最熱乎的那張臉，他給了一家造機器人的公司，而真正的内存霸主三星被晾到了最後一天上午。其實黃仁勳這趟韓國之行，內存只是幌子，老黃真正下的那一注根本不在內存上，他來搶的是機器人，是物理 AI。HBM 这些事对他來說是順手的，是舊賬，新的牌桌早就翻到下一頁了。你可能會說，機器人跟我有啥關係呢？那關係大了。英偉達現在是全世界最值錢的公司，它的故事正在悄悄地換引擎。過去3年大家都追它，追的是一個賣 AI 算力的英偉達，可它現在想賣給你的是另一個東西，是賣整個物理世界的智能。你看不懂這次的換擋，你對這家公司值不值得這個價的判斷就可能停在3年前。先說清楚啊，我不預測它股價明天是漲還是跌，咱們就把這盤棋的棋路一步一步的理明白。先看它的行程，行程這東西最誠實，在韓國財閥那套規矩裡，老闆見你是約烤肉店還是請進辦公室，是會長親自陪還是派個副手對接，錢是有講究的，那是明碼標價的親疏遠近。SK 集團的崔泰元4天裡跟老黃吃了2頓飯，頭一頓是6月5號晚上，宏大一家平民烤肉店，3層五花肉配燒酒。第二頓是6月7號，江南的炸雞配啤酒，還是 SK 海力士的社長郭魯正親自買的單。桌上擺着是去年那次飯局留下來的3方名牌。你品品這個細節，4天之內跟同一個財閥的一把手吃2頓，韓國媒體都看傻了，起了個名字叫第2次兄弟會。這是什麼待遇呢？這是過命的交情。現代汽車的鄭義先呢，也是2次。6月7號先在老字號的餐廳吃頓午飯墊個底，6月8號直接請進現代總部，最高規格正式簽約。夾在中間的還有 LG 和 Naver， 一個手裡攥着工業機器人的執行器，一個握着韓國的主權 AI 雲，這倆也都撈着了實打實的深談時間。再回頭看三星，韓國最大的財閥，曾經半導體的驕傲，老黃給他安排了個啥呢？6月8號的今天，一個連具體時間都沒有公開的閉門會，出來對接的是三星半導體剛上任的部門長錢永軒。聊什麼呢？聊 HBM 供貨，聊良率，聊芯片發熱，全是底層零件採購那點雞毛蒜皮。最扎心的是李在鎔，三星的掌門人，壓根沒露面，理由是出差了。老黃被記者追着問，打了個圓場，說李會長前陣子還專門飛到加州看我，一起吃了頓愉快的晚飯。話說得漂亮，可你想想看，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 CEO 都到家門口了，你們最大的財閥的一把手卻不在場。這在最講究對等接待的韓國商界，
本身就是個信號，一個冷的不能再冷的信號。同樣是韓國頂級的財閥，大意差出了一個銀河系。這背後不是日程排不開那麼簡單，是英偉達把這幾家挨個重新稱了一遍分量，而且稱分量的那把秤已經不是你內存做的好不好了，那把新秤是什麼呢？是物理 AI。今年的 GTC 大會上，老黃喊出一個詞，叫物理 AI 大爆炸。他的意思是 AI 過去是個工具，幫你寫寫文檔，答答問題，但接下來 AI 要變成勞動力了，要鑽進機器人的身體、汽車的方向盤、工厂的流水線，真刀真槍的幹活了。說白了，過去英偉達賣的是腦子，是數據中心裡那個會思考的大腦，現在他想賣的是把這個腦子裝進一個能動、能搬、能跑的身體裡。那他怎麼賣呢？這就是這家公司最狠的地方，他設計了一套東西叫3台計算機。你別被這詞唬住，說白了就是3道收費站，1道你都繞不開。第一道，訓練，你想讓機器人變聰明，得先教它，教它的地方是英偉達的超级計算機，這是第一筆錢，認知稅。第二道，仿真，機器人不能直接拉到現實裡練，太貴也太危險，一腳踩空摔了，幾十萬就沒了。那怎麼辦呢？英偉達給你建了個虛擬世界，讓機器人在裡頭摔幾百萬次，摔不壞。這虛擬世界靠2套引擎撐着，一套叫 Omniverse， 一套叫 Cosmos。Omniverse 管死規矩，一只杯子多重，摔下去碎不碎，按物理定律一絲不差的算。Cosmos 管活現象，同一個車間，它能給你變出晴天、雨天、逆光100種樣子，一個搭骨架，一個鑄靈魂。這套東西幹的活，老黃一句話就說透了，叫把算力變成數據。這是第二筆錢，仿真稅。第3道，上車，機器人練好了，腦子得裝回身體裡那塊芯片吧？這塊芯片叫 Jetson Turing， 巴掌那麼大，塞進機器人腦袋裡，可它的算力頂得上過去一整個機房的零頭。這塊芯片還是英偉達的，機器人賣一台，它就跟着賣一塊。這是第3筆錢，硬件稅。你看明白沒有？從教機器人到訓練機器人，到機器人出廠，3道關口，英偉達站在每一道上收過路費。他甚至還把人形機器人那套基礎軟件給開源了，叫 Groot， 免費給你用。你以為他大方嗎？朋友們，這恰恰是套的最深的一層。等全世界都習慣了他這套標準開發，他就成了機器人界的CUDA。哪天你想換別家，對不起，整套系統推倒重來，成本高的你換不起。這虛擬世界聽着玄，我給你舉個實在的例子。現代要建座新工廠，要是過去得先砸錢蓋工厂，擺機器，錯了再改，改一次傷筋動骨。現在不一樣了，先在 Omniverse 裡把整座工廠1比1的複製一遍，機器人在虛擬廠房裡把活前演練一遍，流水線怎麼擺最順，機械臂會不會撞到人，全在電腦裡跑明白了，再去現實裡動圖。這一進一出，省下的時間和錢海了去了。可你想想看，這套虛擬工廠跑起來燒的是誰的算力呢？還是英偉達的？現代那5萬塊最新的 Blackwell 芯片幹的就是這個。自動駕駛、智能工廠、車裡那個語音助手，全在這套體系裡跑。所以你現在懂了，為什麼老黃對現代這麼上心？因為現代手裡攥着他最想要的東西，真實的工廠，真實的馬路，真實的人形機器人身體。可問題也跟着來了，他為什麼偏偏挑這個節骨眼，用這麼高調的方式去下這麼一注呢？這才是真正反常的地方。你先記住這個反常，因為後面我會告訴你，
他這一注下的有多急，急到連自己的財報都得動手腳。咱們先把時間倒回到上周，上周的韓國股市簡直是過年，三星和 SK 海力士這倆一路狂飆，市值雙双衝進了10000億美元俱樂部。整個韓國股市的市值今年漲了 86%， 衝到5萬億美元，一把超過了印度，坐上了全球第6的位置。分析師喊話喊得震天響，說三星要衝61萬一股， SK 海力士要上400萬。借着 GTC， 憑着黃仁勳要來，韓國股民覺得這潑天的富貴穩了。結果呢，6月5號美国那邊先變天了，芯片股集體跳水，一天蒸發 1.3萬億美元，英偉達自己一天就沒了3000多億。我上一期專門講過那回事，那次崩的不是 AI 需求，是估值，是資金面在抽水。韓國這邊隔着一個周末沒躲過去，今天一開盤，首爾就上演了黑色星期一，大盤跌了 8% 還多，交易所直接拉響熔斷，停盤20分鐘。三星、SK 海力士跟着跳水，盤中一度的跌掉 8% 到 10%。上周還在慶祝富貴穩了，這周一就被按在了地上摩擦。你發現沒有？這才是這件事最該看明白的地方。首爾和華爾街根本就是同一筆 AI 交易的兩頭。華爾街那邊一打噴嚏，首爾這邊立馬重感冒。說白了，大家買三星、買 SK 海力士、買英偉達，買的是同一個信仰， AI 的算力會一直有人搶着要。這個信仰只要晃一下，兩邊的股市就一起腿軟。而這一崩出了一個更要命的問題，市場開始低估了英偉達賣了這麼多算力，那麼多 GPU， 最後到底誰來用呢？誰來消化呢？這些天量的算力撐得起一整條 AI 產業鏈的市值嗎？這個天花板的疑問一冒出來，就死死地壓在每個投資人的心頭。老黃太清楚這個疑問的分量了，所以你看他在韓國幹的這些事，本質上就是在回答這一個問題。他在說，你們擔心算力沒人用，機器人要用，汽車要用，工廠要用，整個物理世界都要用。只要我把物理 AI 這個故事講圓了，算力的天花板蹭一下就被頂高了，這就是他高調的真正原因。說白了，他急需一個新故事。舊故事數據中心那個市場聽了整整3年，膩了，開始懷疑了。今天首爾這一根大陰線，就是懷疑最直接的樣子。你看英偉達財報，明明又破了記錄，營收漲了 85%， 可財報一發完，股價盤後還跌了。這說明什麼？說明光靠數據中心好好執行，已經餵不飽市場的胃口了。市場在跟他要新東西，要下一個10年的故事。物理 AI 就是他遞上去的新故事，韓國就是他挑中的第一個樣板間。一個工業機器人密度全球第1的國家，每1萬個工人配着1220台的機器人。有現代這種頂級制造，有 Alice 這種頂級機器人，太適合當展廳了。老黃在機場發布會上就把话挑明了，他說韓國是投資研發中心的絕佳地方，有頂級的 AI 人才，有世界級制造業，還放下一句更直白的，半導體制造的未來會越來越靠機器人和 AI 驅動。你聽聽，重心全壓在機器人和制造上，內存他提都沒提。可故事講得再漂亮，他真有聽上去那麼穩嗎？那英偉達又為什麼寧可冷落手握內存命脈的三星，也要去捧現代呢？這事還得往深了扒一層。說回三星，他今天這麼冷遇，不是突然冒出來的，這裡頭有段特別打臉的往事。倒回到2024年的 GTC 大會，那回的三星多風光，老黃親自跑到三星展台，拿起一塊三星最先進的 HBM 芯片，
掏出金色的馬克筆，刷一下簽了2個詞 Jensen Approved， 黃仁勳認證。當時全世界都瘋了，覺得三星這是要殺進英偉達的供應鏈了，金筆背書啊，還能有假？結果呢，啪，一記響亮的耳光。從那以後，路透社一次又一次的爆料，說三星的 HBM 芯片在英偉達的驗證裡反覆的栽跟頭，就是過不了關。卡在哪呢？發熱太高，功耗太大。老黃後來還得親自出來打圓場，說三星是家了不起的公司，測試還在進行。話是好話，可面子裡子全丟光了。到了今年，最先進新一代的 HBM 能大規模量產、穩定供貨的還是 SK 海力士。三星呢，在英偉達的眼裡角色特別尷尬，就是用來壓價的，防止 SK 海力士一家獨大的備胎。你把這條線連起來看，就明白那記金筆簽名有多諷刺了。從被親筆認證到被反覆的打臉，直到今天只配讓一個救火隊長來代場開個閉門會。這就是一個純粹的零件供應商在英偉達眼裡的全部分量。而現代不一樣，現代手裡攥着的是物理 AI 時代的入口。他早早收购了波士頓動力，手裡有 Atlas， 那個能搬50公斤還能自己換電池連軸轉的人形機器人。更關鍵的是，借着英偉達的算力， Atlas 大部分新動作訓練時間被壓到了不到1天就學會。它有真實的汽車工廠能當試驗場，那些東西是三星拿多少內存都換不來的。你也別以為這就是吃頓飯簽個意向那麼輕飄飄。現代跟英偉達這回是真金白銀砸下去的，兩家合計要投大約30億美元，在韓國西海岸一片填海造出來的新區建一個物理 AI 的研發和應用中心。為什麼挑那塊地呢？因為它夠大，更要緊的是有充足的清洁電力，為了把這種技術的算力集群。與此同時，英偉達還在首爾滿世界的搶人，掛出來的崗位名字直接叫物理 AI 解決方案架構師，張口就要博士學歷，要頂會的論文。你品品，錢投了，地選了，人也開始招了，這哪是來敘敘舊安撫供應鏈呢？這是要在韓國扎下一個物理 AI 的神經中樞。說到底，在英偉達這套收稅邏輯裡，規矩很冷酷。你要是只能給我供零件，那你永遠是個供應商，價格我說了算，臉色你自己看。可你要是手裡攥着通往新世界的那扇門，對不起，我得把你請進核心圈，跟你稱兄道弟，給你安排2頓烤肉加炸雞。那现代被请进去的這個新世界，這個40萬億的大餅，到底有幾分是真的呢？來，我給你潑盆冷水。老黃在台上喊得震天響，說物理 AI 是個40萬億美元的市場，是製造業和物流業的全面自動化。40萬億，多嚇人的數字。可你翻開英偉達自己最新的那份財報，會看到一個特別擰巴的事實。就這一個季度，它總營收816億美元，數據中心這一家就佔了752億，92.1%。那機器人呢？汽車呢？這些被老黃吹上天的物理 AI 加上遊戲全打包在一起，叫邊緣計算，加起來才64億，佔 7.8%。你再單看汽車這一塊，上一個完整財年全年收入23.5億，佔總營收的 1.09%。數據中心跟汽車這塊的收入比超過30:1，嘴上是40萬億的星辰大海，賬上卻只是個零頭，這就是現實。更有意思的還在後頭，英偉達這一季財報悄悄做了個小動作，他把汽車和機器人業務從原來單獨列出來的位置拆掉了，塞進邊緣計算這個大框裡打包。換句話說，老黃一邊在全世界喊40萬億，一邊在自己的財報裡
把機器人那點真實的收入給藏了起來。你說這是巧合嗎？為什麼藏呢？因為眼下這個故事還只是個故事，機器人離真能幹活遠着呢。電池續航現在也就2到4個小時，工業上班一般倒要8到12個小時，它中途就得趴窩充電。一台像樣的人形機器人，光物料成本就要5到6萬美元，光那個關節執行器就占掉了一半。最前衛的機構掰着指頭算，真正的商業化拐點得熬到2030年，而且這個40萬億，連華爾街自己都沒炒明白。高盛算来算去，說到2035年，這市場也就380億美元。可大摩張嘴就是2050年5萬億，你看，從幾百億到幾萬億，差出100多倍。說白了，這壓根不是在算賬，是在比誰更敢想。還有更深的一層隱患，你得想到，今天首爾為什麼一根大陰線砸下來呢？歸根到底，英偉達今天這5萬億的身價，是微軟、Google、亞馬遜這幾個巨頭砸了幾千億買它的卡，硬生生的堆起來的。這些巨頭憑什麼一直砸錢呢？因為他們賭下游早晚有人能用這些算力把錢賺回來。可萬一物理 AI 這個故事遲遲兌現不了，機器人一直困在試點階段，下不了生產線呢？那這條鏈子最下游就接不上了，下游賺不到錢，上游這股瘋狂砸錢的勁頭遲早要冷下去，到時候砸下來的就不只是首爾一根陰線了，這才是真正懸在頭頂的那把刀。所以這盤棋的兩面你都得看見，一面是老黃遞出去的那個性感的新故事，40萬億星辰大海，另一面是這個故事眼下根本不賺錢，離賺錢還有好多年的硬骨頭要啃。故事能撐起想象力，但生意得靠真金白銀的訂單，這兩樣東西之間現在還差着一整條的鴻溝。你把英偉達這些年走的路連起來看，會發現一個特別清晰的規律，它從來不是被動的賣芯片，它是在每個新故事的风口還沒起來之前，就提前把收費站建好。數據中心的故事講完了，他跑去入股諾基亞，把手伸進通信。通信的故事鋪開了，他要去入股芯片連接的公司，在數據傳輸的路上再設一道牆。現在他把整個物理世界，機器人、汽車、工厂，通通畫成了下一個收費區。韓國不過是這盤大棋的樣板間，老黃在那吃的烤肉，派的零食，簽的合約，熱熱鬧鬧，本質上就一句話：下一個10年的過路費我提前圈好了。对了，那句被全網瘋傳的 HBM is mine， 其實是他在街頭派零食時說的。那零食是 SK 海力士跟便利店搞的聯名款，把蜂蜜、香蕉、味道這幾個詞的首字母一拼，正好湊成 HBM。切片還做成了芯片疊起來的樣子。當時有市民問他，這 HBM 的味道好不好？他笑着回了一句 No HBM for you, I need HBM。 就這麼一句街頭玩笑，加上他親自派發，這零食幾天之內銷量暴漲了766%，便利店直接賣斷貨。你看，連開個玩笑派個零食都在順手替 SK 海力士打廣告，這個人對敘事的掌控已經刻進了骨子裡了。朋友們，回到今天首爾那根熔斷的大陰線，老黃這個物理 AI 到底是英偉達真正的下一個增長引擎，能把今天砸下來的信心重新頂上去呢？還是說他只是給那5萬億的高估值找的一個更性感的新說法呢？真到了機器人鋪滿工廠和馬路的那天，英偉達還能像鎖住 GPU 一樣，把這個開放的物理世界也照樣鎖死嗎？我沒有標準答案，你怎麼看？評論區聊一聊。這裡是明月3000里的頻道，記得點讚、
訂閱，打開小鈴鐺，咱們下期再見。